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浩，我是燕燕。今天这期视频就是答应大家给大家讲的那个出柜的一期视频，好吧？可能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们两个已经跟家里出柜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是我们主动出柜的，是上周我们两个人出去看电影。你说吧，你来说。我们两个人出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妈就是发现了我们俩的小秘密，打开了我们那个藏着东西的抽屉，里面有很多我们非常亲密的照片呀，还有议定监护书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看到之后基本上也就都知道了。然后我们两个那天就是非常开心的看完电影回家之后，一进门我爸就说：“陈博彦，你出去遛狗吧。”特别严肃，特别严肃，特别严肃。对，他一说这个，我就大概知道他要跟我聊啥，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发现了什么或者知道了什么。燕燕就带着安妮克就下楼了，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妈坐在左边，我爸坐在右边，然后两个人的神情都非常非常的严肃。然后他们两个人呢也是非常开门见山的就问我：“你跟陈博彦是什么关系？”我就说：“就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他们两个人虽然可能也一起相处了1个多月，本来可能也看出点什么端倪，觉得好像我们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但是他们听到我自己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震惊的。我妈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一句话都不说，然后我爸就问我说：“你们两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我就说大概6年前吧。然后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他们两个在听。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一些瞒着他们的一些心里话，就是讲给他们听了。然后到后来，我就说要不把陈博彦叫回来吧，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我觉得他也应该在场。然后我就给燕燕发微信说你上来吧。我在外边等了好久，等得好焦虑，我一直在给他发消息，然后他都没回我。然后后来回了我一个，就是他说他都说了，让我回来吧，全都知道了。然后我就非常紧张的就回来了。然后我就是回来之后就坐在这个位置，也不敢说话，气氛就非常的凝重，很压抑。我以前想象过这个场面，你就觉得可能会很激烈的争吵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没有，就整个都很平静，他们的态度也很平静，就心平气和的在谈。但是他们还是表现出他们的不理解，对，强烈的不理解。然后就是说着说着就把我说的就有点委屈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没做错什么，然后就是我们也过得很好，但是他们非常不理解，这一点让我就是一下就没绷住。我就觉得从来都没有人就是这么反对过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最亲近，浩浩最亲近的人，然后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一点让我就是一下失声痛哭，当时就特别尴尬，他爸他妈都傻眼了。第一天晚上呢，就是一直聊到了凌晨2点多钟，但是说来说去就是那些罗圈话，也解决不出个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两个人就能明白他们两个人最担心的问题，一个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疾病，第二就是他们担心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健康。就我爸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会得病，所以我们就是最后统一了一下意见，就决定第2天呢我们去找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其实我们两个是很懂啊，主要是讲给他们听。然后我们说找一个心理医生，并且第2天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测。第1个晚上就是这样就过去了，因为到2点了也很晚了。但是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应该都没睡着吧，我们两个人睡得也不好，然后我也能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屋里面就翻来覆去也睡不好。第2天呢，我们就起了个大早，然后就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嘛。心理医生是我先进去问他，因为我想试探一下他，我害怕这个心理医生就是非常的不专业、不负责，然后我就害怕他跟我说什么喝中药可以治好啊，巴拉巴拉的。我发现这个医生就是还蛮好的，他首先问了我们一下，说你们觉得这样快不快乐？你们觉得这样心里会不会很难受？然后我们两个人说完全不觉得很难受。然后医生就说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我们心里这是没有问题，对，我们心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跟父母之间的问题，是他们需要做一些疏导，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带过来，让他们去聊一下。我就把我爸和我妈带过去了嘛。带过去之后就很好笑，很好玩，就是我爸和我妈不想让我在边上旁听，因为他们可能害怕我在那个地方，那个医生不敢说什么吧。然后就是他俩进去跟那个医生去聊，然后我俩就在外面等着。聊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医生就把我叫进去了，然后我就坐在边上，说我刚才也问了他们，
就说你们到底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们是想要一个，就是你们心目当中他觉得正常的那种孩子，对，还是说要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是吧？对。然后我爸我妈没回答他，但是他们两个人好像就是已经听进去一些东西了。然后具体他们两个人他们在里面聊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走的时候，那个医生又把我叫住，把我俩叫住，然后跟我俩说你们父母这样子其实是很正常的，希望对他们也多一点迁就，然后多照顾他们的情绪，不要就是说跟他们有太大的这个冲突或者矛盾。然后呢，我们为了让他们彻底的放心，我们还从网上买了那个试剂，当着他们的面就是把这个检测做了。做完了之后，他们可能就心里面最担心的那个事情就是放心下来了。他们就提出了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想要跟陈柏燕他妈取得一个联系，想让我妈也知道我们两个这个关系。对。然后当时我是觉得没有意义，我们两个人其实是很坚定的，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态度。我其实本来是不愿意的，那后来他妈说了一句，他说他这个事儿没办法跟任何人诉说，然后憋在心里觉得非常的苦。他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唯一能去诉说的人就是跟我妈去说，听得我很心疼吧，把我都说哭了。然后后来我觉得，那要是因为这个，我可以去跟我妈去把这个事说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对不起燕燕，就觉得说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也要让她去跟她的父母去说。可能就是反正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思维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吧。他们说，如果说这个事情他们俩知道了，然后多年之后陈柏燕的父母知道了的话，他们两个人会觉得他们这么做，当时知道了没告诉他们，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人家。对，他觉得会被我妈埋怨。对。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问她你在干嘛，我说你找一个地方坐下，然后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聊。就开始就很难说张嘴嘛，这么多年的秘密就真的很难说。然后我就支支吾吾了半天，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张浩的爸妈不是来我们这儿住了1个月了嘛，然后我说我们2个人的小秘密被他们发现了。然后我妈没说话，我觉得她已经猜到了。我就问她，我说你应该也知道吧，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也跟你多多少少说过这种事儿。我们2个就是已经在一起6年了，我妈就是一直没说话。她后来说的第一句话跟她爸妈的反应和态度非常像，问我你觉得这样正常吗？然后我就又没绷住，我就在马路上坐在马路边，然后就开始抱头痛哭。然后浩浩就这个时候就在我前面，然后就抱着我头，然后我就已经哭到不知道该说啥了，就在那儿支支吾吾。所以就是其实父母都是差不多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妈晚上回去之后就是给燕燕他妈发信息嘛，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觉得他很无助，想要跟燕燕他妈妈聊一下，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然后燕燕他妈就说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你有好的办法的话，可以告诉我，可以配合你们。晚上大家也都睡得很晚，但是因为就是出去跑了一天嘛，然后就挺累的。我看我爸好像11点多12点钟睡着了，我们2个人就出去外面溜达，然后我俩又聊了一下，我就跟燕燕我就说没事儿，这些事情早晚都会让他们知道的，趁着现在这个机会，他们既然已经发现了，那我们就直接说了就好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2个人分开，就除了我们自己，能分开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就是通过我们前2天的这个努力，不断的就是给他们科普，然后也是不断的表现我们2个人的心意。他们可能做那么多行动，对，就是他们也对这个东西更了解了。对，然后第3天的时候，他们明显就是好了很多，家里的气氛也变好了很多。对，我觉得后来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对我们2个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对，可能对。然后我们第3天我们4个人就是一起去提车了嘛，然后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所以这一天其实还过得就是很正常。我们提完车之后又去车管所拿车牌什么的，这一整天其实是基本上就下来了。到了晚上，就是在外面吃了个饭，因为我爸我妈他们第2天就要走了，我爸特意买了一瓶白酒。我爸喝酒的时候就是说这么说了，我知道想要改变很难，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要放弃，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多出去走走。如果你要是到了30多岁，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咱们再做之后的事情。最后一天呢，就是我开着车把他们俩送到机场，然后他们在临走之前呢，就是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嘱咐。一个呢就是说，希望我每天能跟他们发一个微信报个平安，因为毕竟买了车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多出去走一走，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第三个事儿呢，就是说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早睡早起，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然后第4个事情呢，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规划，有一些打算。在我这边看来，我是觉得他们就是已经很理解我们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在这个地方。临走之前也就没再说这个事情了。他们主要还是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能生活的能快乐和开心吧。然后就是拥抱了一下，我们就把他俩给送走了。送走之后，我们两个人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面其实就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是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就是感觉好像心里面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下来了，有一种很解脱的感觉吧。但同时又有很多的压力，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必须要生活得很好，才能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能让他们更放心。其实这期视频呢，我们不是很想录，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挺沉重的事情。我感觉大家听这个事情可能会带入自身，会觉得很沉重。但是呢，我们还是决定录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感觉好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出柜成功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时也会认为说，其实出柜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难。但其实你自己经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它还是很难的，因为毕竟是好几代人的这个思想上的不同，就是认知里就没有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冲击，我觉得。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期视频录下来，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将来有一天可能也会面临跟我们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参考的价值。我们两个人整个下来的感受就是说，出柜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是认为出柜一定要在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并且能让父母放心的前提下，然后才可以进行一个试探，进行一个尝试吧。然后其次呢，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年龄也都不小了，就是也确实应该去考虑一下父母那边的感受，因为他们那2天的表现就让我们觉得真的也是很心疼他们。确实像那个医生说的，我们确实应该给父母更多的理解，他们要理解我们，我们不能一直强求要求他们去理解我们，我们而不去理解他们。不能太自私了。对，不能太自私，不能自己出柜了，然后把父母关到柜子里。这个就是我们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吧。对，这期视频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看到这期视频之后也能对你可能有一些帮助吧。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认真的生活，好好的生活。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回下吧。棒。